啊，这应该是这辈子最接近死亡的时候。看，这时候还笑得出来，蛮厉害的。现在龙桥，反我龙口，然后大陆那边好像有放狼多，也是不知道莫名其妙。台湾好像翻龙桥比较多啊。然后今天到的时候天气还不错，风景蛮漂亮的。然后最后靠下了一整天雨。然后今天来爬这个 Sleeping Lady Viewpoint， 又是 Sleeping Beauty。入口处不知道不要收钱。Hi, how much? 20,000. 20,000? Okay. 20,000. 감사합니다. So to the top, 1 hour? 1 hour. 1 hour. Oh, okay. You go okay. You come back. Sleep. So, okay. Be careful. Okay. You want okay. Okay. 一个人2万，然后刚才跟你讲说上去 OK， 下来的时候应该会滑。刚才不要讲下来，我觉得光上去都会滑。就昨天早上本来就想来爬了，然后早上6点半起床，下雨下超大的，你想是雨季啊，所以昨天起来之后下了一整天，什么地方都没去。然后只有在晚餐的时候雨有稍微停一下，晚上大概6点左右出去但是云雾缭绕，很漂亮。就龙桥这地方是在一个河谷当中，所以周围都是山啊，然后风景漂亮。所以这边特点就是有很多 trekking trail， 然后在这边超级没有开发，就镇上有很多这些给外国人参加的那些活动啊，就 trekking、kayaking 什么，很多 one day or 2 day tour。但在上没什么有开发过的商店，都是小店啊。就现在没下雨啊，可能天气预报上面写说10点之后可能会下雷雨。看这上去要1个小时，看我们在下雷雨之前下来吧。这边就 Viewpoint 1， 这条 track 有2个 viewpoint 啊。第一个 viewpoint 它上面标示说15分钟可以到，可干，刚才路上超滑的，然后蚊子都超多，然后爬了大概半小时吧。Viewpoint 2是它标示写走1个小时啊，但以我刚才这样子的状况走，我觉得干上去可能花2个小时，而且那个路太滑了，感觉下来要滑死。那这就龙桥的整个市区啊。然后前2天那个桥，我现在住在是那个对岸啊。那像这边的话，就是他们的 downtown CBD， 有大部分吃东西的地方在这里啊。那像它这周围都是山，都很近，然后所以说这一整个河谷旁边是一个城镇啊，然后2边都是山，所以你随便爬到一座山上面，就可以俯望整个龙桥，这是龙桥这边最大的卖点啊。车上本有防蚊液，白脚要爬山，一直动，不要停下来，蚊子就不会叮了。
就干没办法，妈的，还是一直被盯吵，受不了了，直接下山好了。啊，是，应该是这辈子最接近死亡的时候。看，这时候还笑得出来，蛮厉害的。啊，不是为了流量才这样子啊！看，这完全是意外。看下山的时候，看那个路超滑的，就刚才之后爬到 view point 完，就是因为觉得干那路太危险了。不想冒险来爬到 view point 2，然后下山的时候也都是超慢的，看，然后就还是不小心滑倒，然后滑倒的时候，那旁边有一个缆绳啊，然后滑倒的时候就下意识去抓那个缆绳，他们那个应该是要更加扶的，但超不稳，然后那个缆绳，看里面啊，好死不死。固定在一个大石头上面，看，然后那大石头，看，然后那大石头有点松动，很不稳，所以一搭那个缆绳，然后整个大石头就迎面扑来，整个压住我。但是没有机会拍照啊，那个大石头，我觉得应该有100多公斤。跟我差不多高，然后那大石头所有的重量就刚好压在我左脚膝盖处跟右脚大腿处，然后我上半身还是可以动啊，然后被压住之后，看推也推不动，然后再是。不管往哪边推，看你两边脚，就两边都被压住啊！就你往这边推起来的话，感重量全部移到这上面，感觉左脚就要断了。然后右边的话，右边也推不了啊，就刚好那个位置是只往左边这边推。所以啊，那时候就被压住。动弹不得，就才过没2、3分钟，就渐渐感觉不到脚了，看到脚渐渐变紫色，然后就是大声呼救啊，喊 help， 还想说干，可能就要死在这里了。就那山上，我上山的时候完全没有看到任何人啊，然后滑倒的地方。其实在半山腰，我也不知道大声呼救到底有没有听到。然后我就这样子，一开始本来想说，干，用尽全力把它推起来，把左脚压断就算了。后来发现，真的不可能做不到，要非常大的毅力跟决心才把它做到。这你看电影觉得 OK， 断尾求生、断手求生，我觉得那真的面对这个时候根本不可能。我再是渐渐没有体力了，脚渐渐没有感觉，要推也推不起来。然后呼救了10到15分钟吧，有点累，但是觉得干，现在不把力气用完，留到后面也没用了。那时候都已经准备要录一夜了，可是手机也在裤子口袋啊，然后 DJ Pocket 也在裤子口袋，完全拿不到。是吧？
干死在这边什么时候才被人家发现？因为天气不好，没什么来爬山。所以想啊，干大概就这样吧。还好，不过大概15-20分钟之后，登山路口那边有一个管理员啊，有听到我的声音，我就上来看一下，完全不会讲英文，无法沟通，把他一个人也无解，完全帮不动啊。就是他拿石头在那边点，看能把那大石头啊稍微垫高一点，干可是完全没有帮助。然后后来还有一对英国夫妇，他们在山下听到我呼救，然后就上来帮我。然后看到我的状况下，干这个然后再是看他们两个哇，真是用尽全力，那也搬不起来。再次就像我刚才讲的，他们搬的不管哪个角度，哇，看那个位置会 shift 到另外一个重点上面，感觉不管怎么办，其中一只脚又断掉了。还好有练过jiu-jitsu，有学过物理，大概知道要怎么样把这个重量举起来。所以我请他们先把我左脚那边的重量抬起来，然后大部分重量移到我右脚上面。差点断掉，还好没断。然后这时候把左脚移出来，然后把左脚移出来之后，看能不能再从这边把这块大石头推到山下去。Hello。我这边恐怖。哇！最恐怖的这一段呢，悬崖都不够久啊，没什么心路历程可以分享。不像电影可以压了100多个小时，心路历程跟我想象就恐怖，就被压了15分钟。然后还没开之后，还好啊，看骨头是没断的，但脚站不起来，就勉强可以移动，我就只能坐在地上，靠手这样撑，就只能用屁股再慢慢移。因为那个路超滑，所以他们也不肯背动我，我不想让他们冒险，不想害他们两个也滑倒，一起死在这里。后来他们有下山求救啊，后来就有搬了担架上来，那这个担架在那个山路根本就不肯用，又陡又斜又滑，所以就还是试着慢慢用屁股移动，移动大概5到10分钟，才前进2-3公尺而已啊。慢慢觉得不是办法，所以后来叫大概6-7个人、7-8个人，然后大家一起用担架慢慢帮我爬，慢慢把我抬下去。这些辽国人，我觉得也是很幽默啊，我觉得我还是开得起玩笑啊，觉得好像不太适合当 YouTuber。感觉其他 YouTuber 抛这种东西，哇，就是情绪崩溃啊、大哭啊，感觉才有流量啊。就他们跟我讲一句话，我如何我说还好死不了，still breathing， 这是他们的答应。
聊过的，天兵天将，到哪里派来帮我的？超笑啊！问要不要喝水，说不想，喝水喝，等一下可能要尿尿，我现在又要尿尿。他说那还是你要喝 whisky。我说我不用了，我觉得比尔老比较好喝。这样子哦，看到很累，然后中间又边开玩笑这样子，然后一路搬下去。他说帮你准备很多 beautiful lady 在医院等你啊，那边准备好等你，撑着点。我靠，现在看到没？能怎么样？能做什么？就这样子啊，不知道花了多久啊，1个小时吧，半个小时搬下山，到医院。我们 KL 这边医院算蛮简陋的啦，就也没有 X 光机，然后就擦把伤口清洁一下，擦一擦药，包扎一下，就让我躺那边休息。然后我吃2、3颗，不知道是止痛还是消炎的，被躺了半个小时、1个小时，包扎包一包，然后也没有 X-ray， 所以就只能这样了。然后检查骨折没出血什么的。我自己感觉没有啊，对啊，看半夜会不会突然血尿什么？那些天兵天将能做的都能帮都帮了，他们后来就先走了。那对英国夫妇也先走了，人家都不要死了，可能看等我恢复之后怎么看血糖了吧？看真的是救命的人，抱着，看什么无以回报。我刚才讲的也是旅行社啊，我就很好心的送回来，回到旅馆，帮我买了一堆吃的，还有水。现在先休息啊，知道吗？要过几天才能移动，站起来都有点辛苦，知道吗？不太想喝水跟吃东西，等一下要上厕所，可是。不喝水不吃东西，感觉身体好像又不会好。啊，先睡觉再说，我睡不着，先这样。